轩，我们刚才一路谈卢特尼克在这一次的在电视上面访问，说了很多话哦。其中刚刚讲一个就是要保护台湾之外，第二次他现在讲，他说整体关税有20%降到15%，这些都没什么。他说其中有学名药还有什么飞机零件，飞机零件我心想台湾有做飞机零件，就一查，不简单哦。F16有没有？有。甚至波音有没有？也有。对，照我本来大家想说，以前台湾在讲国机国造，真的吗？能做出来吗？结果现在卢特尼克一句话，让你突然发现一件事，原来不是什么美机国造，美机国造，美国的战机竟然台湾有出一份的功劳。我讲，为什么？因为理由很简单，他突然跟你讲说，公布的时候，大家想说半导体嘛，有免关税嘛，有优惠嘛，不意外嘛。结果他说，飞机零组件也享有免关税待遇。来，各位，请问一下。美国的原则是什么东西有免关税待遇？我没有的，对，我没有的，对，我做不出来的，你独门的原料的。就他竟然说台湾这个技术美国需要，所以大家就很吓一跳啊，想说现在美国做不出来，那是什么呢？来，就2家公司就上榜，第一个耳熟能详，竟然是汉翔。那汉翔大家知道嘛？过去有提供什么波音737跟787，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哦。为什么？因为飞机的确。一架里面呢，它的零组件可能有上万个，对。但是呢，其中有一些最关键的，比如说靠近引擎的，或者是我们讲它起落架的，对，或者说相关的机甲的，那这个东西会怎么样？它非常需要高度的紧密性，因为你只要出了一点点意外，我跟你讲，在天空中没人救得了你，所以他把这个东西竟然交给谁？交给汉翔去处理。那另外呢，连洛克希德马丁哦 F16，它整个零零总总，它有把它排下来，高达23个零件，全部都由谁来处理？就是由汉翔来处理，连这个来，各位，这我佩服了哈。奇异 G1大家都知道嘛，做什么的？发动机的嘛，做引擎的嘛，就也有切长约。同样是我们讲的，都是帮忙在处理，所以你代表是说，整个飞机零组件里面，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其实它运作很多的项目来。但是各位，我现在就给你看这个，为什么汉翔可以做？洛克希德马丁那么多的来，你看比如说他说他擅长什么呢？有灯光系统啊，有天线啊，有这个数据记录器啊，有座舱系统啊，电源系统，有技术发展等等。这是汉翔他在 F16里面它可以维修的项目。对，它可以维修的项目处理这么多，燃油、液压、环控、飞超、起落架等等。所以你看，他直接把一张图做透视，代表说这虽然说你说这是高教机，对不对？但这代表说它在 F16维修的里面，它有一定的功力。虽然说不能跟这个高教机完全做等号。来，我现在就讲给你听了，为什么汉翔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你知道吗？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它的这个我们讲热压的技术，也就是恒温热压，就是说维持在一定的温度，不管你说可能是500，可能是600，可能是700，它有办法把那个温度控制在很精密，因为每一个金属它的我们讲可以扭曲变形的点位跟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它可以维持在那个温度里面，然后在里面呢进行相关的，比如说压铸或者是调整它的外形，所以这是它的独门 skill。这么厉害。对，再来第二件事情，它有什么呢？它有一个叫做一体成型性的，就是一站式的服务。什么叫一站式服务？比如说我今天做完一个零组件，我可能这边加工完之后，我后来表面可能再需要处理嘛，那我可能要变成是等它冷却之后再送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是不是可能又要加温，然后在表面再处理，就变得很麻烦。就它不是，它是等于说我整个一条龙。从开始成型，对，到后面的洗压到最后面的可能组装，我全部都一站式，我根本不用去找别人帮忙，为什么？对，我自己处理，从头到尾，对，我都包了。所以 G1才会我们讲这么重要的这个引擎才会一直使用它。但它现在最新的，我跟你讲又跨组领域到说，有时候报效一些能源啊，甚至是什么3D 的这种碳纤维的这种材料制造。换言之，它不只是在整个机体上传统的金属零件，它有它的 know how， 它甚至在新材料上面呢，它有研发。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现在公布这张图说台美航太紧密？你看飞机零关税嘛，贸易协定，军民两用这个最重要。军民两用就知道F16的维保，但是你也知道嘛，汉翔还有什么？无人机。对，所以未来无人机它可能也是跟美方的合作、技术合作，在地直接制造，以及军用的相关零组件。所以等于是这个台湾的航太龙头，其实它默默的是美国的一个我们讲有出一份力的一个隐形冠军，包括我们讲商用的机，以及呢洛克希德马丁也有用到。但还有另外一个厂商也特别厉害，为什么？它跟汉翔是兄弟。他一样也是做这种我们讲长期的航太，但做的东西功夫不一样。你知道他最擅长是什么吗？起落架。那起落架这种东西飞机的起落架，对啊，因为你不可能一体成型嘛，你只能像它一体成型。但问题它是不是很多零组件，然后我们讲结合在一起？对。但这时候要考验的是什么呢？就不是那些压铸的功力，反而是什么处理。
我问你，那些金属是不是又硬邦邦，然后每个我们讲的我们的调性又不一样，所以它在这种硬的黏的而且形状很复杂的加工，比如说如何去切割、去处理，然后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它特别在行。所以你知道吗？起落架下来的时候，你不要觉得那个东西是小事，我问你，它要承受的嘣落地的那瞬间。扭力大不大？当然大，大不大？如果没有弄好，啪断掉，对，就出事嘞。对，所以你知道他专门处理这个，防止说，因为我很容易轮胎你稍微有玩过那种小朋友的那种轨道车一样，我用力不小心踩到它，对不对？啊，哇，闭体啊！奥体啊，你机车是不是摔一下，它马上就干嘛？层轴就坏掉，那你就要花8000块去修。但是因为这种情况，就他说我这个专门搞定，所以他的这种特别说 V 型的或者这种轴型的，来，可以承受数十吨。他做的产品，他可以把这种又硬又黏的。结果他把它改造完之后，又可以承受数十吨的。对，所以你看，它就是厉害在这边，太扯了吧，而且它是经过切割过的它不是说我们讲的像刚才讲的说一体成型来，再来，它还有做什么呢？引擎的拖挂架以及这个最厉害的引擎的机甲。为什么这个引擎机甲很厉害？因为代表说它必须要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可以发挥它的作用，甚至不管你说它的密闭性呢，甚至它的精准度，还有呢，就连这个我们讲的液压的这种类似的控制这种自动器。它都要做到非常精准到位，所以它的独门 skill 叫做5轴微创。坦白讲，赵尔，我也要讲我还真不知道这是5轴微创是什么。对，为什么？因为这人家的独门技术，也就是他在切割以及呢相关的这种精细零件，大的也可以做，小的也可以做。它特别厉害，所以它是专门控制这种飞安的这种东西。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个关税整个减免的状况之下呢，等于是鱼帮水，水帮鱼，默默的它也成为了受惠的最大那一群。秦宇哥，昨天台积电的法说会已经吓坏所有人了，结果更吓人是什么？魏哲家说什么？2026第一季会更好，结果2奈米要量产出来了，结果更可怕的事情是，连 A16年底也要出来，对吧？1.6奈米也都出来。我心想，我听了什么？结果他的台积电的财务长黄仁昭今天他昨天有特别说一件事情，他说别担心，现在最先进的台湾技术都会留在台湾，不会去其他地方。我心里想，一下2奈米，一下1.6奈米技术，台积电现在已经这世界霸主了，到底能不能超越？太难了吧？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台积电的这个部分。那台积电在 A16的这一个制程上来看，它结合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在2奈米的时候，有所谓的奈米片电晶体，这个就是我们先前讲的，这个是环绕杂极的电晶体，对，能够让我漏电的电流量变少，所以我可以做出更好的控制。那这个是2奈米以下就有的这样子，就开始做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对，那 A16以下呢，就开始多了一个新的叫做超级电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称为叫 SPR Super Power Rail。OK， 那这个超级电轨的这个方案呢，基本上来讲可以增加我这个逻辑电晶体的密度。我们都知道，这个密度越大，密度越高，就代表我这个电晶体跟电晶体之间越靠近。对，越靠近就代表我电子在传输的时候速度越快。对，同时越省电。对，因为我不用跑那么远，所以我们一直讲说我密度越密，所以呢我就相对这个对应到的就是我的省电效果越好，同时我的效能越好。对，那所以呢，这边有个对照的部分，在台积电的 A16的这个制程呢，跟2奈米 N2 的这样的一个制程相比较呢，它的相同的电压，我供应给你相同的电压。它的这个速度呢，增加8到10%，差这么多，对，增加快1成的速度。那我说相同的速度，那我基本上呢，我功率的这个损耗降低10到20%，意思我的寿命。我电池可以多了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那同时我的晶片密度又更密，好，这我们刚刚讲密度更密，就当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对，所以呢，这当然就是台积电在接下来未来 A16，也就是1.6奈米的这样的一个制程技术之下，可以跟2奈米相比较，我可以有这些的这个对应的功能跟对应的这样子的一个省电的一个技术。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下面的这个部分来讲，先前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 I 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很多媒体大家都会加了这个米上去。对，那其实这个 I 其实已经具有这个长度的意思。那不过大家也常常听到是 I 米这个意思。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晶倍供电的这个部分，就是它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电子元件 IC 里面最重要就是有这个电晶体这个东西。那这个电晶体这个东西呢？
它一定需要供电给它，对所以我会有需要供电的这个部分，同时我一定很多讯号进来嘛，对，那不管是输入或输出的各种的讯号，所以我们在这个电晶体上面其实一直堆叠上去，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这里面很多密密麻麻的这样子的一个线路。对，那我们的制程是要越做越小，对，所以可以想见，我这里这个电源线、讯号线是不是一定越来越密集？对，那电线这个讯号线之间呢，越密集，你太过密集，它会有彼此之间干扰的问题。对所以你也不能真正靠得太近。那这时候已经到一个极限了，怎么办？那很简单的一个概念，我们就把电力的部分，那我从背部来供应电呐、哦，这个就是所谓的晶晶背圆的供电。对，晶圆的背部来供电，晶圆的背部来供电，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电晶体的地方。电源的部分，我从背部来供电，那我上面的讯号线是不是就变得因为我的电源已经拉到下面来，所以我这里是不是就变得比较宽松了？对，变得比较宽松之后，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再更密集？而且我本来因为彼此之间怕干扰，对我会线路会拉得很长。我现在不用这么长了，我走电这个路径走的又不用走这么长，所以我可以更省电。对，所以呢，速度来讲又可以更快。秦宇哥，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在法说会上有很多让人家觉得很惊讶的事情，其中另外更惊讶是什么？他说美国亚利桑那州厂好像已经开始在做非常多嘛，是没有想到良率，他说跟台湾差不多。我想怎么可能？台湾的工程师多辛苦啊！美国的工程师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要回家睡觉，我要好好的休息。怎么做到美国跟台湾良率一样的？好，那当然，我想其实先前大家已经讨论很多了哈。那但是包括这里面整个在制程上的核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先前有讲过，台湾也有一部分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这个核心团队进驻到那边去。那当然呢，先前在美国也有派几百个这样子的工程师来台湾。南科啦、竹科来受训嘛，对，因为他一定要先来这里学会了之后，他才能够这个回去才能够做。结果他们发现到说，这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厂跟台湾的厂基本上呢是复刻的，基本上是孪生的。哦，也就是说，我的竹科的这个厂，我的动线、我的产线规划是什么样子，我美国是一模一样的设置 ，SOP 完全一样。对，而且连位置规划、产线上来讲都一模一样，所以。他今天所有的操作的制程，所有的包括我今天从这边送到这边下一站，或者是我所有的制程、所有的动作，基本上他是很熟悉的，因为他在台湾训练的时间，台湾训练的时候跟在美国其实他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这是台湾一个很在这个厂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上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基本上我们让这个员工，你今天只要适应了一个厂。你就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厂来工作。秦宇哥，这样会有个可能是说，美国厂的确跟台湾厂 SOP 可能是一样的，但是美国厂导入了更多所谓自动化设备在上面，甚至 AI 也都已经进去，是有这个可能吗？是，那是实际上来讲，其实台积电很早就引入了 AI 的这个部分，包括所谓它的这个物料的这个运输控制系统。对，那这个部分来讲，它去控制了说我今天这个机台什么时间内会什么样子的东西出来到下一站，其实它这中间的整个基本上都是全自动的。对，所以其实台积电很早就把 AI 这个部分也导入进来，甚至在制程的时候，制程的部分其实也跟 AI 来做整合。来，譬如说在先前我要这个制程出来的结果会怎么样，其实会导入很多模拟的程式，也跟 NVIDIA 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对，有这样的一个模拟程式来模拟运算说，我的参数调整上可能怎么做会比较好？其实这个东西是台积电都有在做的。瑞德哥，我们刚刚一直在讲一件关键哦，台美现在是国安上面高度的绑定。那高度的绑定，尤其卢特尼克已经讲了，我要让川普开心。川普开心是为什么？因为他要保护台湾，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直了。那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这所谓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它供给台湾，第一个是补助，第二个是融资，这个金额是23亿美元，换算台币多少？726亿，它玩真的那么美国众议院最近不是通过一个23亿的相关的融资贷款的这个法案吗？其实里面这23亿呢，其实是跟国防授权法的意思是一样的。哦。那么这23亿里面呢，其中有一个3亿
3亿美金，也对大概是90几亿的台币。另外还有一个20亿的美军，那么的军事融资呢不一样。这3亿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国防授权法里面的直接军援，总共台币90几亿，对不对哦？全部送你啦。那个差别在什么地方？我解释给各位。另外20亿美金大概600多亿，对不对？对，它是融资。问题是我们台湾现在缺钱吗？不缺嘛。你把武器拿来，赶快。对。蓝白如果愿意通过这个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的那个条例的话呢，9000多亿跟美国购买的东西啊，里面还有4项到现在不肯公布。那么下个礼拜一要进行立法院的国防部要进行机密报告，我个人都非常的好奇，这4项没有公布的东西是什么？这4项到现在还没有公布，还没有谈妥，美国还没有那个战争部还没有这个通知这个国会。表示一公布，对岸的中共就会跳起来，对，你知道吗？他马上又要惩罚谁们，又要惩戒谁，表示很机密，也表示对台湾很重要。那么，但是问题来了，我们台湾根本不缺钱嘛，但是这是个象征性的，这600多亿台币呢，军事融资贷款啊，台湾既然不需要，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因为呢，他只有对准盟邦跟独立自主的国家才会这样做，不要小看这个等于23亿美金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其中这3亿美金90几亿呢，这些东西马上就到美国战争部里面的库存的东西拿出来送给你。我们的国防授权法里面呢，那当时规定啊，20亿美金啊免费送，然后后来降到10亿美金免费送。然后还有20亿，另外20亿美金是用军事贷款的，我们永远用不到嘛。对，因为我们不需要嘛，我们不是没钱嘛，台湾钱多得很嘛。然后问题来了，你知道吗？台湾海军陆战队现在最新所换的枪支 M4A1，就是这一批美国军援台湾送给我们的，跟现在美国的特种部队跟陆军所使用的枪支一模一样。哦 ，M4A1，对，它跟 M4卡宾枪是不一样的，它是升级版。美军现在在这个战场上所使用，就是直接军援给我们的。另外还有1000挺的排用的机枪也是免费送。那么去年的汉光演习，记不记得啊？在很多地方啊，在包括台北火车站哪里啊，有汉光演习，有预演嘛？眼睛比较亮的军事记者发现一个东西，是什么？单兵作战里面背了一个东西，以前没看过，叫做单兵单发的刺针飞弹。我们要跟美国买500发，各位1发都没来，一个都没。从马英九时代开始买到现在，1发都没来，我们军购的就对了。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因为他们送了援引这个法案，送给我们500枚500具进来，然后呢，国防部就故意背出来给你看。对，也就是说，告诉你说，现在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不是只有特种部队训练来训练去，连武器都直接送给你。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